大家好，欢迎来到 T 先生的菜地和蘑菇坊。今天来实际操作演示一下如何做蘑菇菌的培养料，也就是通常说的培养基。蘑菇爱好者可以说有几个阶段吧。第一就是初级阶段，你从网上买人家做好了的蘑菇包，按照一定的要求，那些蘑菇包就能产生蘑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你买蘑菇菌。所谓的 green span 拿回来之后，你把这个 green span 接种到不经过灭菌，但是经过简单消毒处理的这个木屑或稻草、树叶等等。比方说我们经常用的桶装蘑菇，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了。还有我们见到在菜地种的大球盖菇啊、草菇啊这一类。那当你想进入更高一级的阶段，就是你自己能够保存菌种、分离菌种，或者是繁殖菌种，以及进行二次繁殖，把你的菌种繁殖到很大的量，来接种来产生 green span， 这个就存在要做培养基的问题。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万能培养基。所谓的万能培养基，不是噱头哈，就是一种培养基，你什么用处都可以用。你可以用它来做菌种的分离，也可以保存，也可以用它来做蘑菇菌的扩大繁殖。我今天介绍的方法不需要我们平时在实验室经常见到的或者听到的什么马铃薯培养基啊，也不要琼脂啊、蔗糖啊、磷酸二氢钾呀，这些在实验室用来做真菌分离培养的常用的培养基。相反呢，我是给大家在这里介绍一种谷物培养基，你可以用来做所有的目的。那在做法上，我也是采取了一个简化的办法，因为要是在网上看的话，你会看到人家会把这些谷物会要提前浸泡过夜，或者提前煮多少时间让它冷却，再到一定的干湿度再装袋。有的还在这个浸泡过夜的过程当中加石膏，就是所谓的 gypsum， 那是一种硫酸钙哈。我这个方法，你既不需要加这些石膏啊添加物，也不需要提前浸泡，非常简单，甚至你都不需要量加多少水。我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值，100%的成功。好，那下面我们就来操作。那我所用的谷物呢，这里大家看得到是我这是在Tractor Supply， 在美国这边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叫拖拉机供应商的这么一个Tractor Supply。我认为它是早期相当于一个 grocery store 或者是 general store 这种形式。当时早期是农业社会的时候，留下来这么一个产物，所以在那里有很多好东西卖。那其中呢就是这种动物的饲料，你也可以在那里买稻草啊、买苜蓿啊，我们都可以用来种蘑菇的。你看我这里是用的 whole oats， 就是燕麦。那这个燕麦，我们知道所有的谷，这是燕麦的种子了。所有的这种种子类的东西，它都富含营养的。而且蘑菇这种东西，它在自然界是能够寄生在很多这种残渣废料上面，不管是树叶、稻草，还是朽烂的树干什么的。那这个谷粒自然是很丰富也很自然的培养基。那假如说因为我这个买的是50磅哈，差不多够我用1年。假如说你自己种蘑菇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你可能买不到这么多。大家就买玉米也可以，买谷物也可以，其他的谷物我自己用过玉米，用过小米，我就是没有用过大米。但是当你用这个燕麦的时候是最简单的。那我待会在加水的过程当中，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假如你用的是玉米或者是小米、高粱这些东西，
你怎么来判断你的加水是多还是少？好，那今天我们就以这个燕麦为例来跟大家实际操作。我刚才跟他说，有的人这些燕麦拿来之后要浸泡过夜的，那我呢也不浸泡，但是我有一步过程我要做一下，就是我会把这个燕麦啊，我会把它用水清洗一遍，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从农场来的这个很大的灰，在家里操作的时候会搞到屋里这个有灰尘。而且另外的，在装袋子的时候，袋子也不干净。我们上来看一下，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燕麦直接就装在这个袋子里面。那这个袋子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蘑菇培养袋。它 actually 这个袋子的尺寸呢，不是用来做最后产蘑菇用的，这是做 green span 用的。回头我把这个链接可以放在我是 Amazon 买的，这是专门用来做 green span。这 green span 就这个样子，这就是你看这里有长满了这个蘑菇菌的燕麦培养料，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叫 green span， 就是用它直接来接蘑菇生产包也好，用它直接接桶装蘑菇都行的。所以这个是蘑菇菌在这里面大量繁殖的结果，就是这么一袋。我这一袋是3磅多。也就是2000克吧，3磅多2000克。那另外除了装这种green span 的袋子，另外就是我装这个小瓶瓶。大家看到啊，我这些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平时厨房用了的，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些小瓶瓶。那这个小瓶瓶我用它来做什么呢？这里面也会装上培养料，然后呢用它来做很多用途。最简单的一个用途就是用它来分离菌种。你看我这里有一瓶哈，这一瓶是我的猴头菇菌种，12月27号从 mushroom 上面分离的。那你就是在无菌的环境下，把 mushroom 的这个蘑菇的菌组织取一块，好扔在这个瓶瓶里面，这个瓶瓶里面装了燕麦，那过几天它就长了。所以这个就是你菌种分离用的培养基。那同样，当你想这个进行扩大繁殖，你把这个长了菌的这个麦粒从这里面取一点，然后转接到更大一点的瓶子以外时候，那你就是扩大繁殖了。从更大的瓶子再转到这个培养袋里面，那就是 green span 了，那就是生产用的菌种了。所以你看，一种培养基我可以用它来分离菌种，然后这种菌种分离完了，我可以保存在冰箱里。或者1年再把这菌种转接一次，保存起来，保存菌种也是它，然后扩大繁殖，一级扩大，然后2级扩大，都是用这个燕麦。那关于这个，有朋友在网上问我说，这个东西是怎么处理的？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知道，真菌它也是一种也是一种生物。凡是生物，它就有呼吸作用，它生长过程中是需要氧气的。那真菌呢，生长过程中氧气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大家知道，不会是用这么简陋的东西了，那都是正儿八经的培养瓶，上面用的棉筛。那现在更高级的，那就是有那种做好了的筛子半透膜的。但我们在家庭，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办法，就是你经常厨房剩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调味品，那像这种，那你就用钉子把它给钉一下。那下面我去找个东西来钉一下，最好是用个锤子了，但是我这个就在这里就有个菜刀，就直接就把它锤一下了。好，那这就钻了个小眼，这个眼呢，其实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要多大，但是通常呢，我会把它稍微大一点，我就把它这么摇一摇，把它摇到这么大的一个，比钉子稍微粗一点。假如说对于大瓶子，像这种大瓶子呢，我会用这个改锥，用起子上面再把它这个眼扩大一下。钻了眼之后，下面就给它塞一层这种棉花，这个是棉花，但是我经常用的是这种人造纤维。
我更喜欢这一种，因为这种它比较容易干燥，而且呢也不太会有长霉的嫌疑，因为棉花还是有营养嘛。这种人造的人造棉呢，它就没有什么营养。那具体做的时候，你就是把你这个棉球啊，稍微把它理一理，你不要让它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让它这么往旁边这么湿住，它就容易不整洁嘛，至少是吧？但也有可能造成杂菌的机会。那你就用钉子把这个棉花往里面摁，往这里面灌。那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那反面你看到这有点呢钻到里面来了，你就用手从里面把它逮一逮，把它拉过来。这拉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否则的话你不拉，你在外面轻轻的用一点力，这个就脱落了。所以你把它多拉一点过来，然后里面也形成一个稍微粗大一点的这么一个基部，这稍微粗大一点就可以了，这个它就不容易脱落了。那外面呢？这还可以。假如说这个外面是毛到处散着的，你就用这个钉子把它往里面这么理一理，这就可以了。所以这个瓶子就做好了。那下面就是装谷物的问题。至于说这个瓶子上面的这个脱脂棉这个人造棉，是不是重复用？你是可以重复用，但是我一般当我做完一个菌种完了之后，瓶子可以重复用。这个我就把它撕掉了，因为当这个里面长满了，像这个样，这个里面长满了菌丝的时候，这个脱脂棉上面也是会有很多菌丝的，你就不用去洗它了，所以你就把它一拿掉，然后重新装就好了。还有，假如说你的瓶子是塑料盖子，那就不好用钉子钉了哈，你最好用钻子钻，因为塑料盖子一钉它会掉一大块下来，那就失去控制了。那下面我们就来装料啊。那至于说我刚才说我这个是要洗一下的，那么现在我来把它洗一下。我说了，我这个洗一下的目的是，就是为了把灰给稍微漂洗一下，没有任何作用，也不是说要把它提前泡软啊什么。因为在灭菌的过程当中，这些燕麦，现在是很粗糙了，它到时候自然就变软了，就适合真菌生长了。你看这上面很多灰。这个水已经放满了，目的就是让它所有的这个燕麦都过一遍水就好了，没有必要洗多干净。没有必要洗的。这种漂洗的目的是为了灰，不搞得到处都是的，就起这个作用。所以只要它经过了水了，你就可以把它让它摇起来，然后用一个这样的竹篓的一样的一个东西，手上洗菜用的东西，你把它过滤一下就好了。这可以直接就往里面倒。这个过程一般我还是尽量快一点，因为什么呢？我不希望这个说它在这里面泡得太久了，那影响我给水的这种判断。我在前面跟大家提过，我是不用量杯来量说多少麦多少水的，我就是照一个经验值。下面先装那个吧，先装这个Green Span的袋子。那我是用这个小饭盒，你呢是用什么器具都没关系。根据我这个经验呢，就是说，因为我最后做出来的这么一袋菌，Green Span的料是1500克左右，然后我这一盒呢差不多是500克，所以
我就装这么2盒，我多一点点。你假如说你是用follow 我的这个办法，用燕麦，而且用这种型号的培养袋，你就可以 follow 我的。假如你们用的不是 exactly 这样的，那我会教你说，大致上你是用个什么加水的量。我这个是2盒还要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燕麦还是泡了一下的嘛，所以它有点肿胀了，所以我用2盒多一点点。那至于加水的量啊，听好了哈，下面是关键环节。加水的量原则上是2倍的料，2倍的燕麦，那1倍的2比1吧，2份燕麦1份水，所以我刚才这是相当于是2盒这个燕麦，那现在呢我就给它加这么1盒的水。这个是假如你量的话，但是你看我这个水要是我目测呢还不够，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是加了有燕麦加了2盒多一点点嘛，所以先是给你给一个量，就是说你可以一个 reference 你可以依据的，就是2比1，这是一个 reference 你可以依据，然后我再教大家怎么目测你这个水加的是够还是不够。现在就是这个目测的办法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想办法能看得见，你看这个水的量实际上到这里来了。但我这个菌的培养基的表面是在这里，水的量是在这里。当你看到水的量在这里，或者是更高一点点就好了。千万这个水的量不能平于或者是高于这个培养量。高了之后呢，这个水多了是什么麻烦呢？水多了就是我们知道生物生长要水，但是呢水多了也比较麻烦。像我现在就是慢慢加完就差不多好了。这个水量基本上跟这个持平，略低一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水量了。水多了之后，当你先说啊，这个过程就是当你现在我们这个燕麦也没有煮也没有泡，但是实际上使我真菌生长的燕麦它是需要浸泡的，让它充分的吸水肿胀，这才适合真菌的生长。但是我没有那一步，因为相信在灭菌的过程当中，高温高压这个燕麦在那里能够充分的吸水，所以呢，我们就把水直接加进去就好了。但是有一点弊端就是，你会觉得也肯定是这底部的有水的部分，它会吸收水更多，上面的呢，还差一点点，吸收水更少。其实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呢？虽然这几颗燕麦没有达到充分的饱和，但是你到时候在做的时候，你把它一混合也不算什么了。所以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那说到这里，我还要把这个 credit 给一个叫 Nick 的人，那是一个美国人。我最开始找他买的Pink OS 的菌种，那他也教过我一些种蘑菇的一些方法。因此我在种蘑菇过程当中得到了人家的帮助，我也愿意毫无保留的把我这些人家传给我的，还有在这当中我的学习，跟大家毫无保留的跟大家分享出来，目的就是说我们都来种这个蘑菇，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所以这个是菌包，至于这个菌包的处理，跟我前面讲的做蘑菇生产包是一样的，也是这上面会给它封个口，然后放到灭菌锅里去灭菌。这个是前面已经分享过，在这里就不分享了。那下面就来说说这个装瓶，把那个说清楚了呢，装瓶呢就更容易。你假如说你有个什么小容器，你也是可以说，比方说你有这种我们经常用的这种量器是吧？你量一勺子这个燕麦倒在瓶子里，然后呢再加半勺子的水进去，这就是我这个是1/2 cup 了，你再换一个量器就1/4 cup，
加进去，这就好了。那这个要千万注意的就是呢，你看我这个连水带燕麦才只装了瓶子的一半，千万不能装超过一半，因为你知道这个它会膨胀的，吸水之后膨胀，在灭菌的过程当中，膨胀最后会到这里来，会哪怕不到瓶口也离瓶口差不多了，但这个后来的操作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当你在无菌环境下接真菌的时候，你接好了，你需要 mix 一下，你这么颠倒一下，但是当你的这个培养料装的太满，你没有空间在那里面来去混合，所以就很不好了。这个是说装瓶子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事项，就是千万不要给它装满。那装水呢，除了刚才说2:1的比例，另外你也是用目测。你看这个我这用目测，这水还没到上面来的，所以那我就还要加点水，也是目测。那有时候水不小心加多了，那你就倒点出来呗。对，像我这个就可以稍微你看这么一倾斜，你看到这个水到这里来了，是吧？这个就好了。那装好了之后呢，这上面给它盖上一层这个铝箔纸。你看我这个是以前用过的铝箔纸，就有必要的话就重新再用一下呗。那像这用过的铝箔纸呢，你再使用的时候需要检查一下，你就是对着光看一看这个里面有没有眼，只要对着光有眼，你跟这个铝箔纸就不能用了，那你就单独再换一张新一点的铝箔纸。新一点的铝箔纸当然也不妨碍说帮你把老的铝箔纸把它盖在外面了。你这个好处就是，你看我这个分离的菌种，在做培养基的时候上面是用铝箔纸的，然后你把铝箔纸打开，在无菌环境打开接种，完了之后你再给它盖上，使你这个使你这个菌盖啊，始终当你在室内走动的时候，或者放在冰箱里，这个菌盖的部分总是被保护着的，所以是相对是比较这个无菌的状态，所以是蛮好的，是避免污染的一个很好的习惯。那至于说你这个铝箔纸盖上了会不会影响它的透气？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铝箔纸你盖它不是说是密封的，它是就这么轻轻盖一下，这么把它用手把它搞紧一点，不会影响它的透气，一点都不影响。至于有的朋友问我说，假如不打孔，那就直接往这张瓶子不打孔，直接搁瓶子里面把瓶子盖扭松一点，这么扭松一点行不行？它也有气体的交换，对不对？这个当然也是个很好的思维，但是实际操作当中不太现实，因为什么呢？这一点松一点紧一点你比较难控制，有时候一不小心，这松一点的盖子给掉下来了，那就是 disaster 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打孔。那打孔的唯一坏处就是这个瓶子可能从此以后就不能做其他的用了，只能做这个培养蘑菇用了。好处那是多了，安全，保证氧气交流，而且也安全。好了，我相信这个应该是pretty much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假如说你无法判断你今天这个燕麦你用多少，其实你多装一点少装一点，在这盆子里洗都没关系的，因为你最后这些用不完的燕麦你可以放到冻箱里给冻着，下次直接用就好了，就不用再洗了。我冻箱里，比方我是不是灭菌，我里面灭菌锅里面有点空间，我就把这个小瓶子把冻箱那种剩下的给装一瓶，放在里面。我的无菌工作台了，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平时积攒的灭菌的这些小培养基瓶子都在这里，都用一个塑料盒子装着。那这个塑料盒子在装这些东西之前也都是用酒精消毒的。还有刚才的袋装的 Green Span， 就是装在这下面的一个更大的盒子里。手法我还没有遇到杂菌，说灭菌完了放在这里干一段时间之后它杂菌了。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情况，所以你时不时就预备一点放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那下面是把这3袋 Green Span， 这个灭菌锅是可以
放灭6袋这个 Greenspan， 那我今天只做3袋，然后上面呢，就放一些这个罐头瓶子，这个瓶子的高度，不能高于这个，菌锅的口，我这个稍微高一点，所以我要放在当中，因为这个盖子是有点本型的。同样也是在这当中放个网子，底下放支撑，所以上面的瓶子不会压着底下的菌包。底下的虽然是这个Greenspan的这个袋子比那个要厚一些，比菌包生产包的袋子厚一些。装完了，你还可以装一些什么刀啊、叉呀，你平时操作要用的，那放在一起灭菌。那至于灭菌，今天就不交代了，前面几个视频都谈过。好了，今天就分享了这个通用的蘑菇培养料，你可以用来做接种做菌种的分离、保存、转移，也可以用它来做扩大繁殖，都是可以的。好的，谢谢大家观看。下一期我想跟大家谈一谈菌种保存的问题。好，那下次再见。